把聂隐的所作所为连接起来，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晰的点。聂隐在想方设法为母报仇，而复仇对象便是整个朝廷。听起来骇人耸闻，可是他已经在一步一步接近目标。黑道邪教的突然兴起，周延的意外死亡，江颖的接任，还有现在一些在江湖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高手的接连被杀。江颖在用邪教的名义逐一除去所有会阻碍他向复仇道路前进的人，然后收拢这些人留下的门派和势力，慢慢扩大人手。最后不论是黑道还是白道，通通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然后利用黑白道之间的对峙，不断骚扰民心，制造各地纷争，最后再通外敌，起兵叛国。年迈的皇帝有9个儿子，固然早在10年前就已经立三皇子为太子，可后来太子因为被人揭发结党营私，皇帝一怒之下把太子赶到苦寒的边塞随军驻驻，没有圣谕传诏，绝不能回来。虽然皇帝惩罚了这个儿子，但一直以来不论文臣武官如何谏言，皇帝都不曾撤去三皇子的太子之衔、东宫之位。也因为这个原因，其他皇子夺太子之位不得，便把脑筋直接动到了皇位上。皇子们都盼着皇帝早一点到皇陵里躺好，只要皇帝一死，最好是突然就死掉，因为太子要赶回来至少也要1个月时间，而这段时间能干的事情多了。皇帝如何不知道这几个儿子的想法？可他一直视若无睹，任他们在自己手底下闹腾。在晋王爷买通太监在皇帝的食物里下药，并在某夜带兵预谋闯入紫禁城中逼宫夺位之时，皇帝雷霆反击，不仅叛军如数被歼灭，和皇帝同父同母的晋王爷也被处死了。皇帝这一举行很有杀鸡儆猴之效，顷刻间他底下的人全都老实了。可是野心，还有对皇位的欲望足以吞没恐惧，一些皇子还侥幸，还自以为是地继续夺位大业。为了这个皇位，他们势必要消灭很多人，得罪更多人，更甚者造成民心溃散，国不安宁。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再有外力特意介入，继续把浑水撑得一塌糊涂的话，一个国家就此消亡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而聂隐看重的就是这一点。而任鹏飞利用他所知道的事情，把他们逐一连接起来，已经猜出大概。聂隐为复仇，不顾一个国家百姓的安危，可任鹏飞却不能再任他再这么下去。任鹏飞没有悲天悯人到为了天下百姓去劝说聂隐，可也没真的无情到能够就此放任不管。但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他不想看聂隐一错再错，这才是他的真正想法。现在时间拖得越久，聂隐杀的人越多，短短半年时间，他便能拥有如今的身份地位。那再过半年，甚至是半个月的时间里，聂隐又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任鹏飞怕到时候已经太迟，所以他无法再继续等下去。可又要用什么办法能让他见到聂隐呢？任鹏飞在偌大的屋中心烦意乱地走过来走过去，始终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当他走累了停下来休息时，桌面上一口没动的丰盛晚餐让他默默看了很久，终于让他想出一个办法，一个很烂很普通，对特定的人而言却相当有效的办法——绝食。这个办法之所以很烂，是因为对方若是个不在乎绝食者生死的人，那就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当您饿得前胸贴后背，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时，也许这个人还会拍手庆贺呢。之所以普通，那是因为这个办法不论在哪里出现和被使用的次数多的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好意思用。而最后的特定之人
便与第一条有异曲同工之妙了。用这个办法时，任鹏飞心里也有些打鼓，但他至少有70%把握。这个自信，任鹏飞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可是看着每日送来的丰盛菜肴，还有一日一套的干净衣裳，他就是觉得会成功。果不其然，在绝食的第3天，江颖出现了。饿3天其实对任鹏飞而言并无什么影响，只不过内力还在时，他不会觉得这么有气无力。任鹏飞的绝食和一般人明面不吃饭菜，背地里偷偷吃点心或喝水充饥不同，他是真正的滴水不沾。就算是铁打的人，3天下来滴水不进，脸色都不会好到哪儿去。所以江颖到来时，任鹏飞的脸色泛着难看的青白之色，可一双眼睛望向他这一处，依然浩瀚幽沉的令人难以自拔。其实江颖不知道，这时候的任鹏飞平静外表之下一丝一丝的悸动。他以为江颖会在他饿昏之后才会过来，可不过3天，他便来了。门口由外被人推开，江颖站在门前，深深看了一眼他。两人一阵无语对视，随后让出一条道。很快便有人陆陆续续把饭菜端上来，一会儿功夫便把整张圆桌摆满。待其余人等退下，江颖方走进屋中，反手把门关上，来到圆桌的另一边，坐到任鹏飞对面。为什么不吃东西？江颖的视线落在面前香气腾腾的菜肴上。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任鹏飞一愕，遂才答道：不是。那是住的不习惯。任鹏飞缓缓地摇了摇头。那是为何？任鹏飞看着，眼中一片沉静。江颖，不，你，为什么你现在不装下去了？除了一张脸不同外，此时的江颖和京城时的聂隐，不论是态度亦或是声音，都没什么差别。所以任鹏飞才一愣。他之前还在思考要如何让江颖承认他的真实身份，否则事情没法再谈下去。可是他现在就这么轻易，不是根本就没有任何遮掩的就承认了。江颖拿起一个空碗，一双筷子，夹了几样菜放进碗中。用了江颖这个名字，我就知道，聪明如你，怎么会猜不出我的真实身份？而且，若我说我从来都没想过瞒你，你信吗？任鹏飞看着他平静的脸，一时无言，半晌才低声说道：你不怕我把你事情透露出去？我不在乎。江颖手中的筷子一顿，伸长些许，夹了块凤梨。他的这句话回答得既轻且快，任鹏飞朝他看去，心中几分寂寥。他的不在乎，是不在乎事情成败，还是不在乎他这个人？空碗不一会儿便堆满各色各样的美食。江颖放下筷子，蓦地站起来，绕到任鹏飞这边，把碗放在他面前。任鹏飞盯着眼前的碗，又是一愣。江颖则趁这个时间给他舀了一碗骨头汤。你饿了3天，得先喝点汤水垫胃，否则肚子会难受。任鹏飞还是呆坐着不动，江颖稍侧过脸，望向另一处，想了想后，又道：我不会动杜尔成，你不用担心了。这段时日你先委屈些，等风头过去了，我会派人送你回巴蜀。说完，江颖提脚便走。等等。待他走到门口，正要开门时，任鹏飞才醒过来，生怕他这一走再见更难。任鹏飞猛地起身想去拦，却不慎撞上摆满饭菜的圆桌。江颖盛满摆在他面前的汤水，大部分浇到了他的身上。江颖闻声转过头去时，被汤水浇了一身的任鹏飞
急着退后，欲抖去挂在衣服上的汤汁，结果却踢翻了椅子。这时脚还踩错，被椅子腿猛地绊了一下，整个身子直接向后栽去。眼前只是一闪，江颖已经飞身过去，在他的身体与地面接触前，牢牢地接住了他。怎么这么不小心？江颖的眉头顿时拧成一个川字。没事。任鹏飞有些吃力地从他怀里撑起来。可能是起来太忙，头有些晕。站稳脚后，任鹏飞看了一眼汤汁淋到的地方，从小腹的位置一直到下摆，不仅狼狈，还有些难受。于是他对江颖说：你等下，我先去换套衣服。江颖握住他的手臂，直接把他扯回来，摁坐在另一张椅子上。你都饿得有气无力了，还管什么衣服？先吃东西。说完，又拿另一个干净的空碗盛了一碗汤递给任鹏飞。好在下人送来的汤水很多，即使被任鹏飞刚刚那么一撞洒出一大半，剩下的也够让他喝到饱了。任鹏飞没再说什么，接过碗跟喝药似的，咕咚咕咚两三口，就把大半碗的汤水灌进喉咙。汤水略有些烫，确实刚刚好能下喉暖胃的那种烫。一碗乳白色的骨头汤喝下去，任鹏飞这时才觉得身子轻松了不少。身边有人，任鹏飞喝完东西，习惯性的把空碗一递，待江颖接回去放好，才记起来这不是在渡恶城中。江颖看着满桌狼藉蹙眉，虽然洒出盘子外的东西不多，却已是半点卖相也没了。如果是一些比较讲究的人，这桌菜是肯定不会再动了。江颖没有多想，接过任鹏飞递来的碗放在桌上。我去找人来收拾一下，然后再换上一桌新的饭菜。任鹏飞起身，本想趁着这个时机去换身干净衣物，可他欲走进内室时，看见江颖也正朝屋门走去，任鹏飞不得不停下脚步。我有话同你说。什么话？江颖停了下来看他。任鹏飞站在原地，隔着一张桌子看着他，垂在身侧的手不由自主地握紧，沉吟片刻方道：我并不是为了渡恶城的事情才来找你的。哦。江颖饶有兴致地看他，难不成任大城主是为了天下苍生，才大老远跑到云南来？不是。任鹏飞沉缓地摇头，视线一直落在江颖身上。你为了我？江颖慢慢收起脸上的笑，黢黑的双眼深沉地透不过一缕光芒，不眨一下地望着任鹏飞。看他一张面无表情的脸，任鹏飞更不知该如何接下去，嘴巴开合数次，终于还是说出这几日来一直深埋于心中的话：你收手吧，再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后果？是谁的后果？你、渡我城，或是天下苍生？可这些又与我何干？任鹏飞静了片刻，遂才沉声道：我想你娘在天有灵，一定不希望看着你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当初京城发生的事情，任鹏飞事后有去调查过，知道一些。华夫人为了能让儿子逃出京城，自己留下来应付预谋领兵逼宫的靖王爷。若是靖王爷成功，那么事情便是有惊无险；若靖王爷失败，他留下来也能拖延更多的时间，让儿子利用机会逃出升天。这样一个愿意牺牲性命让儿子继续生活下去的母亲，如何能看着他再继续往死胡同里走去？虽然任鹏飞猜出搬出江颖的母亲不一定有什么效果，可他说完后，江颖的反应实在让任鹏飞出乎意料，并且揪心。我娘？是啊，我娘让我不要恨，
不要报仇。江颖的眼中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半点没有遮掩地落在任鹏飞身上。任鹏飞，你知道我母亲是怎么死的吗？我亲眼看到她被监狱里的那帮禽兽凌虐致死。任鹏飞浑身一震。我问你，若你的家人，你的女儿，你的弟弟也遭受这样的对待，你还能说出什么在天之灵的屁话吗？江颖狠狠地瞪他，厉声吼出的话语让任鹏飞脑中一片空白。任鹏飞，她是我娘，是我娘，是这个世间唯一一个没有任何预谋，没有任何利诱，无私地为我付出一切的人。而她死了，被人害死了，死得很惨很惨。我不会放过他们，即使活出一条命，我也要让那些人统统给他陪葬。江颖甩门离去，任鹏飞身子一软，倒向身旁的柱子，衣服也没心思再换了，累到极限的身子慢慢的滑下，一屁股坐在冰冷的地面上。江颖早已走远，任鹏飞的脑海还在回荡他方才的每一句话，迷茫的视线过了半晌，才慢慢落在双手上。当初即便内力尽失，心中失落一阵，终还是慢慢接受了这件事。这种对习武人而言不亚于断手断脚的事情，他都能坦然处之，所以他认为再多的事情都不能动摇他的性情。可结果，这不过是他自以为是的想法。在他心里，最重要的不是一身武功，甚至连杜尔成他都可以放弃。他不可能放弃的，也许只有弟弟和女儿。所以在听到江颖这么说时，连呼吸都不禁停了。这只是想而已，可江颖却是亲眼目睹。任鹏飞苦涩地把脸埋入双掌之中。本该只有他一人的屋中传来声响，以为是江颖去而复返。任鹏飞猛然抬头一看，却是之前往屋中送过饭菜的下人，正在轻手轻脚，尽量不惊动他的收拾桌上的东西。很快，桌上的狼藉便被动作利落的下人收拾得一干二净。当任鹏飞以为这件事算完了时，才出去不久的下人又端着米饭和好几盘菜进来了。任大侠，主子让您赶紧趁热吃，还吩咐说要是您实在吃不下，那至少要喝些汤水，免得真把身子饿坏了。说完不等他回话，下人退出屋外。任鹏飞扶着柱子慢慢地站起来，视线落在桌上冒着热气的饭菜上，蹒跚地走到桌前时，门口吱呀一声，才出去不久的下人端着一盆热水进来，还带来几件干净的衣裳。任大侠，您脏衣服换下来后，用热水擦一擦，再换上干净的衣裳，才会好受些。换下的脏衣物，我一会儿进来收拾碗筷时再一并收走。下人说完又要退出去，任鹏飞问他：你主子呢？下人身形一顿：主子向小人交代完这件事后就走了，至于去哪儿，小人也不知晓。房门再次被合上，任鹏飞慢慢地坐在椅子上，拿起一个碗，舀了些汤，端起一口一口喝下。还是熬成乳白色的骨头汤，可这次却不知里面加了什么东西，喝着喝着会让人的眼眶发烫。过了5天，江颖派人把任鹏飞送走了，他没出面，这5天来也没再出现。任大侠，盟主交代说，尽管杀害百里掌门的真凶已经找到，但近来的江湖人心浮动，你现在没有内力，还是早些回去，免得到时候真会有个3长2短。任鹏飞却没有去意，问起江颖的事，带他出来的人便如此说道。一听这话，任鹏飞良久无语，跟着这人离开了。可是当把任鹏飞送往船上时，护送他回蜀州的人猛然发现，不知何时他已不在船舱之中。任鹏飞没有被掳，
他只是趁人不注意悄悄溜走了。尽管他没有内力，却不代表他的智商也同时失去。以他的聪明才智，要想从这些人眼皮底下溜走，并不是什么难事。任鹏飞也没有去哪儿，他直接回了才刚离开的武林盟总坛，并不是说没有达到目的才不想离开，而是任鹏飞知道他已经不能就这么离开。活了这么长时间，待他好的男男女女不是没有，但从未像江颖一样如此的义无反顾，由始至终从未改变。任鹏飞的心不是铁打的，他察觉自己的一颗心里不知何时多挤下了一个人的位置，这是不是他来时想要找的答案呢？任鹏飞没有从正门进入，而是绕过其他地方改道进入。大门当然只有一个，侧门也有专人把守，既然不想被人发现，便只能学梁上君子翻墙而入了。这是他头一回干这种事，任鹏飞不禁苦笑，却未有半点悔意。谁不想从大门进入？可任鹏飞知道，只要一报上名号，他肯定被拦在外头，并且这次派出送他回去的人会更精明厉害。如果不报上名号，那就更不可能进去了。谁也不会让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进到家中，不是吗？